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黑衣人3。1969年，那年的 K 长得还和灭霸一样，他亲手打断了野兽鲍里斯的手臂，并把他送到了月球最高监狱。鲍里斯的种族不久后便灭绝。43年后，鲍里斯的女人潜入监狱，把虫子藏在了蛋糕里，帮助他成功越狱。这个恶心的小虫子牙口是真的好，平时就住在鲍里斯的手心里。逃出监狱前，他问了奥巴代亚一件事儿，就杀死了他。女朋友也没有逃过自己的手掌心，脚牙一扣，所有人都送到了外太空。逃出月球最高监狱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找 K 复仇。时过境迁， K 已经一把年纪了，庆幸他亲手把 J 变成了一个顶级特工，这已经有点把 K 当成老父亲一样了，对他是掏心掏肺，从来没有秘密。没有人能逃过生老病死。老大 Z 的丧事在 MIB 隆重举办，新任老大由特工 O 接任，有一份来自外星友人的口述交给他转告大家。另一边，回到地球的鲍里斯找到了奥巴代亚的儿子杰弗里，并拿走了时光机器，他准备从时间线上彻底抹除 K。 此时的 K 和 J 正在解决一桩非法买卖外星鱼类的案件，闲暇之余 J 聊起了自己的父亲，他早就忘了父亲的样子，没说几句 K 就察觉到不对劲了。违法买卖被查老板怒请来了2个杀手，准备干掉2个人，甚至和一条鱼干了起来。这一个无情铁手掏出了大鱼的心脏。就在楼顶 K 遇到了鲍里斯，好在 J 赶了过来救了 K。 自从遇到鲍里斯的那一刻开始， K 就变得不太正常。鲍里斯的事儿他对 J 也只是提了一嘴，而且不想让 J 插手这件事儿。突然来的不信任让2人大吵一架， J 无奈只能回到 NBI 开始调查鲍里斯的资料。1969年7月15日，鲍里斯杀害了一位预言家，1天后就被 K 绳之以法。因为这件事儿 ，K 还成为了 NBI 最顶级的特工，并且一手创立了 A 网防护罩来保护地球不受伤害。不过更多的资料 J 已经查阅不到了。O 尽管认识了 K 几十年，但他也不准备把真相告诉 J， 大家都对自己隐瞒真相。J 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，但他也只能生着闷气。K 给他打来电话，想告诉他真相，但是话到嘴边还没有说出口，挂断电话的一瞬间 ，K 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他拿上枪，孤单地坐在沙发上，等着敌人的到来。这时 K 却突然消失了，家中的 J 也感觉心里一抽。第二天他来到 K 的家里，才发现房子早就易主了。NBI 的人甚至没有听说过 K 这个人，就连搭档都变成了陌生的双 A。 K 消失后， J 总有一种心慌的感觉，赶紧点了杯巧克力牛奶。他还以为大家是故意演戏，跟他闹着玩的。O 看不下去了，告诉他 K 已经死了40年了。1969年7月16日，抓捕鲍里斯的时候， K 当场牺牲。这个世界上除了 J， 每个人都忘记了 K 的存在。 J 把自己知道关于 K 的习惯爱好全部告诉了 O， 闷了一口巧克力牛奶后， O 才发现了不对劲儿。经过确认之后， O 推测 J 经历了时间错位。曾经奥巴代亚发明了时光机犯罪，被抓住后关进了月球最高监狱，从此之后穿越就变成了超级罪行。鲍里斯的种族突然杀回了地球，这个世界线他们没有被抹除，因为没有 K， 就连保护地球的 A 网都根本不存在。欧赶紧让他去找杰弗里，拿到时光机逆转一切。见到杰弗里，逼他交出了时光机。现在的地球已经快毁灭了，事不宜迟，这必须回到1969年7月15日。预言家出事的位置守株待兔就足够了，想要穿越就必须要从足够高的地方跳下去。当加速器达到要求后，按下时光机。开始前 J 问杰弗里为什么只有自己记得 K， 得到的答案竟是1969年 J 本人也在场。为了老伙计， J 一闷头就跳了下去，按下时光机。从侏罗纪到旧世纪到二战结束，横跨40年， J 成功回到了1969年7月15日，来到预言家出事的地方。鲍里斯已经杀死了他，追过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具尸体。突然 K 窜了出来， J 还没来得及高兴呢，就被电晕了。40年前的 MIB 还没有什么高科技，为了不扰乱时间线， J 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J 还看到了年轻的欧，然后就被当成嫌疑人带去抹除记忆。那时候的仪器还很老旧，情急之下 J 把真相说了出来，这才说服了 K。 但预言家已经死了，鲍里斯下一次会出现在哪儿 J 也不知道。但预言家死的时候身上留了一副火柴，可他从来不抽烟。路上的 J 一脸花痴地看着 K， 时不时就抛了个媚眼。谁能想到面前这个长得跟灭霸一样的家伙才29岁，比 J 还小。 K 找到一家保龄球馆，准备问点线索，把打手的头当成保龄球一通蹂躏。找到老板的时候才发现他也遭到了鲍里斯的毒手。他们通过欧的帮助和线索找到了鲍里斯的下一个目的地。在一个时尚聚会的现场，他们找到了宇宙最后一名阿沙男星人格里芬。格里芬是第5维度的生物，可以预见未来的所有可能性，能同时存在在所有的时空里。他仅仅通过 J 父亲留下的怀表就看到了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儿，而且格里芬还知道2分钟后鲍里斯就会过来杀自己。在此之前他得提前开溜了。
走之前对 JK 保证下次见面时会送他们一份大礼。鲍里斯的偷袭没有成功，但他却逃跑了。时间越来越短，第一次交手这就失败了，他感觉自己的血压都上去了。K 却选择带他来饭馆吃点东西，一边吃一边分析。可 J 哪有这个闲闲？就在邻桌讨论球赛的时候， J 想起了格里芬白天说过的一句话：太神奇了，我们比赛上见。两个人赶紧来到了球场，但比赛根本没有举行。格里芬通过自己第5维度的优势，提前看到了3个月之后的比赛，他还可以让身边的人一起看到未来。答应的那份礼物正是 A 网本体，他希望这个礼物可以保护好地球，以此弥补自己灭绝的种族。突然鲍里斯抓走了格里芬，光顾着说话了，他都忘了这个未来了。骑上心爱的小摩托，两个人就追了上去。不管来自未来还是过去， JK 两个人的默契都是没人能比的。安全救走了格里芬，逃走的鲍里斯也是40年前双臂健全的他。为了计划顺利成功，两个鲍里斯秘密会面，并且达成协议。另一边，格里芬摘下帽子，把大脑中真正的 A 网交给了他们。1969年7月16日，正好是阿波罗火箭发射的日期，只需要简简单单的把 A 网放到上面就完事了。可是这一天恰好是 K 牺牲的日子，但他不得不去。格里芬告诉 J，A 网必须由 K 亲手安放，才能拯救世界，这都是注定的。更何况对 K 来说，拯救世界大于自己的生命。坐上老式喷气舱，3个人攀到了阿波罗发射的现场。到了门口就被一个黑人长官拦了下来。对于 MIB 和外星人一系列的事儿，他们根本不感兴趣。可格里芬说过，这个世界线他们必须告诉黑人长官真相才行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格里芬，一个触碰就让他看到了未来。不管黑人长官看到了什么，他都同意了 JK 的行动。送他们到门口，格里芬就要离开了。也许他不忍心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。火箭进入了发射倒计时，长官送他们上了火箭就离开了。临别前，他说自己看到了你们2个有多重要。2个鲍里斯全部都出现在了这儿。 J 负责对抗未来的鲍里斯，而 K 则是现在的。这个双臂健全的鲍里斯是真能操作，仗着自己有2个胳膊到处乱爬。为了不让 K 被老鲍里斯骚扰， J 决定用时光机存个档。他惹怒了鲍里斯，并且记住了攻击位置，跳下火箭就开始读档。记住这个攻击位置，让他无伤的把鲍里斯踢了下去。只怪编剧不让鲍里斯使用时光机啊！另一边 ，K 一枪打断了鲍里斯的胳膊，跃上火箭安装 A 网，无伤通关。喷射器带来的巨大烈焰烧死了老鲍里斯，任务已经完成了 ，J 也要回到未来了。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年轻的鲍里斯窜出来，准备杀死 K。长官替 K 挡下了致命一击，不过这次 K 没有选择抓捕他，而是直接杀死了他。注定的死亡注定发生。长官死后，他的儿子过来找爸爸 ，K 只能温柔地安慰着小男孩。孩子叫詹姆斯，爸爸留给他最后的礼物就是一块怀表，这可以让他准时观看火箭发射。K 告诉了詹姆斯，你的父亲去执行了一项特别的任务了，他临走前委托我来照顾你。K 沉默了一会儿，就准备抹除詹姆斯的记忆，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J 看完眼前震惊的画面后，赶快回到了未来。老了的 K 正坐在餐厅里面等着他。J 更加珍惜和 K 在一起的日子，这个亦师亦父的老家伙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人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格里芬就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切，而且这个时间线差点因为 K 没给小费就造成了地球毁灭。所以 K 到底记不记得 J 就是当年的孩子？这个时刻又是不是无限循环呢？欢迎大家讨论一下，我是瓜皮儿，谢谢收看。